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遇见宝贝的瓦器。最近我们在聚会里提到了哥林多后书4章7节，那里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这是一个显著的例证，描述的是使徒们在地上服侍并且活出新约的指示而有的一种生活。那么这个宝贝在瓦器里是什么样子呢？保罗所说的新约的指示是如何生活的呢？上周末的一个晚上，弟兄姊妹一起观看了一部纪录片，片中的女主角似乎印证了这节经文里宝贝在瓦器里的样子。她是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文盲，一个常年忍受家庭暴力的妻子，一个靠做超市勤杂工而独立抚养2个女儿的单亲妈妈，却10次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圣母峰。人生的困境与她脸上的笑容，眼里的真挚和她对山峰的敬畏，对阳光的向往重叠在一起。那个交织在低微的生活中人性的高贵和尊严，那个痛苦和绝望中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喜乐，是地平线上看似平凡的人生所蕴含的一次又一次登顶的生命炸裂。这不正是一个宝贝在瓦器里的图画吗？宝贝在瓦器里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不能缺少的经历，也是使徒们在地上生活和完成新约指示的生动图画。这个宝贝正是基督，这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进入一切相信他的平凡瓦器，开始了这个宝贝在瓦器里的生活。这个宝贝推动着这些平凡的瓦器，在地上活出了一个简单却超越的生活。这是使徒在地上生活的动力，也是他们一生的见证。他们的美以及服侍的力量，只因为宝贝和瓦器共存的这个状态和事实，跟他们天然的能力、社会的地位毫无关系。只要有宝贝在，瓦器就安息了，就稳妥了。宝贝和瓦器不仅共同存在，更是彼此需要的。没有瓦器，神荣耀的形象就无从彰显；没有宝贝，瓦器永远只是卑贱的器皿，与神的旨意无分无关。这个宝贝在瓦器里的图画，在神的眼中是人活着最高贵、最有能力、最自在的样子，如鱼得水。那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使徒们，就是被基督这个至宝所吸引并且征服的俘虏，发现自己正喜乐荣耀地行走在凯旋的行列中。他们带着基督的味道，不由自主地在所到之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他们的侍奉就是用活神的灵将基督书写在人里面，也将基督印刻在人的心上，成为基督活的信件。从始至终，这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怜悯，与人的努力毫无关系，也是人的努力望尘莫及的。为此，我们感恩敬拜。今天的教会生活，
正是使徒们在地上生活工作的继续，也是那一个一个遇见宝贝的瓦器被生机地建造在一起，并且异口同声地见证，这超越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，乃是出于神。这是一个遇见宝贝的瓦器的奇妙人生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